春节前，我们在第一时间入了这2台 Apple 的 Vision Pro， 也做了一些前期的分享啊。看过我们首发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扣分1。作为苹果价格不菲的全新品类，是否会开辟消费电子新的战场？业界和网友的关注度自然都是非常高的啊，什么惊艳啊、压脸啊、没用啊、退货吧，等等等等啊。发售之后，这网上各种正反争议啊是非常多。这2台我们认认真真用了得有1个多月啊，这个各种功能细节、各种 App 玩了个遍。今天我们就把这1个月的主观感受分成了5个环节，和你好好聊聊。这期的稿子有10000字啊，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大家好，我是老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们首先聊一下初上手让人最受震撼的地方，那一定是视觉体验。戴上之后，99%的人都会被它超清晰的画面所惊艳。这单眼 4K 是之前任何一个头显设备都没有达到的。无论是空间图标的灵动，还是手眼协同操作的精确，都会让你感叹苹果的功力有多深厚。所以我们在第1期的时候就说啊，目前 MVP 最好的使用场景就是观影。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反正就和视频相关吧。戴上之后，直接让你拥有了一个私人影院。这里我们先要着重说一下很多个小伙伴问的啊，它到底让人晕不晕的情况。大家在一个平面上观看网上的各种 AVP 录屏画面，清晰度咱先不说啊，首先感觉就会有点头晕的小伙伴可以扣分1啊。这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啊，是因为录下来这个画面是佩戴者的视角。这就像你在看一些动作电影，这导演手持镜头用的太多，你就感觉晕是一个道理啊，并不代表你真正戴上 Vision Pro 之后也会晕，因为它有低于12毫秒的延迟，人眼几乎感受不到啊。人脑晃动和视觉都是匹配的，你的大脑会觉得这是自然的。AirPods Pro 很多小伙伴估计用过啊，打开通透模式，是不是好像真的在耳机上给你开了一个洞一样？环境光线好的时候 ，Vision Pro 真的就好像前面的这个玻璃屏幕直接给你开了个口，让你可以看到外面一样。当你前后左右移动转头的时候，透视的世界和正常人眼看到的移动速度是一样的，各种窗口也能稳稳当当的盯在原地啊，有相应的透视效果。哪怕是你走远了，窗口还是会在原地。苹果用强大的算力，在虚拟屏幕里面尽量给你模拟了一个物理世界的感知，来欺骗你的大脑，降低眩晕感啊。如果你之前有晕 VR 的情况啊，苹果这台初体验应该会好不少。但是提醒注意，这只是在光线非常好的理想情况下，低亮度情况下，受限于摄像头素质，为了看清基础内容，快门会降低 ，ISO 会拉高，画面一样会产生噪点和模糊拖影的现象。主观感受上，大概比 iPhone 超广画质还要低一些啊。如果相对固定使用还好啊，动作一多，这晕晕的感觉还是会很快出现。这里我们简单展开几句人为什么会晕啊？其实这是人体先天性的感知啊，学名叫做感官冲突啊。比如说坐车的时候，你明明身体是没有动的，窗外的这个路看起来在一直向后退啊，向后移动。这车内狭小的空间和气压，再加上车内的气味，视觉层面感知并不与日常情况匹配。窗外的道路和这个树木是往后的，人应该是往前运动的啊，但是你人坐在那儿没动，大脑就会开始觉得你自己出现了幻觉，或者是中毒了啊，产生催吐的反应啊。但如果你是驾驶员啊，汽车的驾驶啊、转弯啊、加速、停止啊，都是你自己掌控的啊。你的大脑其实是有预判的啊，就是你看到绿灯了啊，你就知道要起步加速了。这个时候感官和视觉啊是统一的，所以开车的人往往就不会头晕，不会晕车。如果你用透视模式啊，近距离看到一些实体东西，就很容易出现对不上焦的情况。就比如戴着的时候，你抬手想仔细看看自己的指纹啊，这就对不上焦了。如果实在想要透视清晰啊，最近也得需要25厘米左右。如果你凑近看手机看不清又使劲看，那就会出现眩晕感。Vision Pro做了一个很取巧的办法，如果你想把一个任务窗口拉近到你面前，中间会强制隔开20-30厘米的距离，让你的视觉焦点放在它摄像头最佳对焦距离范围内啊。但如果你就是叛逆啊，想把头凑近看，那前面的内容会强制变成半透明透过去。而且 Vision Pro 本身就有超高分辨率的屏幕嘛，日常情况下你也不需要去凑很近去看内容。另外我们还发现，假如你的桌面上有个水杯啊，你开了一个窗口放在水杯的后面，自然情况下窗口的层级是要在水杯后面的，但目前 AVP 还处理不了除了自己的手以外的层级，哪怕现实的水杯放得再近啊，它也始终只能在窗口后面，这就会让你的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对焦在哪儿，大脑又会以为你产生幻觉了。当然你可以开启虚拟环境啊，旋转数码表冠就会展开一个巨大的虚拟环境环抱你，全虚拟了，自然就不会有层级错位了。变相的也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暗光环境观影不适的问题。还有一个细节，如果你在高亮环境下选择 Dock 模式，使用这个模式的虚拟空间，因为画面都是计算的，这时候注意你的手也会实时渲染成低亮度的手啊，
很细节啊。关于镜头眩光的问题，这 iPhone 老毛病了啊，不仅是蓝宝石的影响啊，再加上 iPhone 镜头的保护玻璃它是一个平面的嘛啊，有规律的光线进来就会产生更加有规律的折射啊，所以形成了高亮鬼影。但我们发现 Vision Pro 用前面这一大块弧面玻璃啊，完美的规避掉了这2个问题。不是蓝宝石呢，它也没有那么高的折射率了。弧形玻璃面板呢，就会进一步的打散各个角度射进来的光线，所以在视频透视的时候它就没有鬼影了。但是啊，这样又会造成几个其他问题啊。第一个是用它看着高亮的灯光时啊，会有轻微的散光现象，因为光线被打散了啊。第二个是在户外，比如说路边的霓虹灯牌呢，就有一定概率出现频闪的现象，因为霓虹灯牌通常是低频调光嘛。第3个点相反的啊，你在室内正常灯光环境下看 iPhone 的屏幕正常啊，不会有什么频闪啊，这个我们在前期体验中说了。但是户外大太阳下，由于光线太亮了，这快门呢不需要那么久的曝光，你看 iPhone 反而会有频闪的情况啊。其他国产手机由于调光频率的不同，会更加容易出现频闪的现象啊。这个是当时我们在室内首发体验时没有发现的啊。但好在这么重的家伙，你也基本不会在户外使用。Vision Pro 其实你稍微用一用啊，敏感的人就能感受到望远筒效应。有些人明显点，有些人可能弱一些。我自己可能相对来说就敏感一些。咱们举个例子啊，你戴眼镜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无框眼镜啊，比如说我这下边就没有啊，但是你刻意的老去瞟这个眼镜框，其实你也能感知到这边有个框的存在啊，甚至哪怕你看自己的鼻子啊，就像这样有点斗鸡眼的意思啊，向下看你也能一直看见。但是即便你戴一个比如说框架非常明显的眼镜啊，也始终不妨碍你看清楚前面的物体。当你的视觉感知不在这个筒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框的时候啊，这体感上就会减轻这个筒的效应。不同眼距同距的人第一次戴上 Vision Pro 时，第一个看到的画面就是校准你双眼的同距啊，就是尽量减轻这个筒的效应，就是让你尽量忽略它这个边框。当然，这样也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筒的这个效应啊。这个要想改善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大 FOV 啊，就是你的视场角啊。苹果其实始终没有披露过官方数据啊，我们主观感受呢，它的视场角应该在100度左右，其实是比较小的啊，就是尤其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想把这个窗口拉大一些，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视场角受限了。人的单眼水平 FOV 呢，最大可以达到160度，双眼的水平 FOV 呢，最大能够达到200度左右啊。一个人双眼重合最大 FOV 呢，约为120度，所以你在市场上也能看到一些这个头显设备，它就接近120度。其实绝大多数电影在 AVP 里边观看的效果都是非常棒的啊，但是如果你想达到在 IMAX 厅，注意啊，是 C 位观影的效果 ，AVP 的这个视角呢，其实就铺不开了啊。你会发现边缘呢看不清、发虚，甚至看不见。没办法，你就只能把这个窗口向后移。这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像你在后排或者比较靠后的位置看 IMAX 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进去在 C 位几层楼高的那种荧幕感啊，在 AVP 里边是比较难复现的。发售之后，我看到有不少小伙伴担心长时间使用 Vision Pro 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什么伤害啊？尤其是近视。这生物课中呢，大家应该都学过这眼睛的构造。简单来说呢，就像是相机的专业模式调对焦啊，只不过这眼球内的屈光系统呢，不像相机可以双向调整，长期紧张压迫晶状体啊，就越来越对焦不到近处的物体，这就是近视。刚才也说了 ，Vision Pro 中呢，你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相当于看到远处的内容，这个屈光系统呢是相对放松的，不会对人近视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便不是透视模式，就是模拟模式啊，它这个东西也在远处嘛。但是除了近视，毕竟在你眼前它是一块屏幕嘛，这个亮度啊、蓝光啊、调光频率啊等等因素啊，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刺激眼球啊，用时间久了，你可能还会频繁的睁眼、眯眼啊，不规律的眨眼啊，引发干眼症的症状。加上整个机体是扣在眼眶部分的啊，也可能会造成压迫，引起血流不畅。前段时间甚至有极个别网友啊遇到了这个压迫眼球血管的情况啊。官网安全说明中呢也有提到，如果在使用 Vision Pro 的途中有任何的不适啊，应当及时的把它取下来休息。第二大环节，咱们来聊一下体感。这600多克的重量不平衡的压在你的头上，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啊！如果你用默认的头戴啊，就是这个，更准确点说，其实是勒在你的脸上，压着这个苹果肌。如果你调得紧一点啊，会压眉骨；如果松了，就会压脸颊。大部分人戴上的时候，很大概率都会压出70岁的法令纹啊！你得时不时的往外撑一下这个脸颊，才能缓解一下这个压脸感。双头戴在一定程度上呢，其实是减轻了这个压脸感的，但相比于其他家的 VR 头显设备啊，那种竖在中央的啊那种头戴啊，这在首发体验中我们就讲过啊，它依然还会带来些许前倾感。这问题来了啊，就是苹果为什么不出一个竖戴呢？
其实因为一个字儿丑。这个恒耐其实已经很破坏发型了，要是真出一个竖带啊，变中分不说，这像我这种戴帽子的用户该怎么办？然后就有网友研究出了 3D 打印的连接件啊，让你可以同时方便使用2根头带，甚至是帽带。当然，市场铺开之后，这第三方的头带估计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刚把这2台 AVP 带回工作室的时候，还有一个现象，算我们自己调侃啊，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初戴上并没有感觉很重或者不舒服啊，属于是标准的自适应了。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压迫啊、不舒服的感觉就会逐渐明显，因为你在第一次戴上的时候，就像开头说的，你的感知全被它机内各种精细的画面、各种各样的视觉体验、各种效果给吸引住了，玩这个玩那个啊，注意力全在这个视觉体验上，这体感上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等你玩差不多了，都熟悉了，注意力又逐渐回到体感上，你就会觉得我靠，它怎么这么重？根据不同小伙伴反馈啊，通常在半个小时之后，这种不适感就会逐渐显现。压迫久了之后，你需要时不时的松紧一下头带，甚至要取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在没有解决体感不适的情况下啊，你可能很大概率只能看1集电视剧啊。我自己其实算过啊，看一部完整的电影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啊，这中间我需要摘下来2到3次啊，我个人的情况。配件上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压迫感，包装里面直接就给了你2款不同尺寸的光密封垫啊，就是垫着你脸的这个部件，中间的这个是光封。光封垫有 NW 啊，带和不带加号，一共4款尺寸可以自行选择。如果戴上之后，系统提示你眼睛距离屏幕太近，可能会有眼球或者睫毛碰触的这个风险，你就可以更换为带加号的封垫。如果系统提示眼睛过远，可能会影响操作精度啊，就可以尝试不带加号了。我们强调一下，光封的尺寸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尺寸不仅是为了不同的脸型，如果你选择带或者不带蔡司镜片，也会影响光封的尺寸和眼睛的距离。光封和光封垫建议一定要精准，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觉效果。苹果也单独说明了，在官网收到14天之内可以单独更换不同尺寸的配件。因为对于配件的精度要求较高 ，AVP 其实也是比较难分享使用的产品。这就是我经常说它是一个孤独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么贵的东西买了一个想和老婆一起用啊，眼睛的度数首先你们2个可能都不一样，可能一个需要镜片，一个不需要镜片。每次呢你就得需要识别验证啊，你们俩的面部轮廓也是不一样的啊，需要的光封也不同，每次更换调节都是一个麻烦事儿。最好呢就是1人1个调试好啊，当然得恰巧实力雄厚啊，才会做到像宣传视频那样即带即用。我们在前期给同事体验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这东西压根儿不怎么样啊，其实是因为漏光严重啊，因为它们光封不一样嘛，再加上度数也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AVP 是一个孤独的产品。合适的尺寸不光是为了更贴合舒适，也是为了更好的眼球追踪精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校准之后，确实能够做到眼神指哪儿打哪儿啊，给人非常精确的感觉。但随着使用的拉长，我们也发现，在看一些比较细小的，就比如说音量条、进度条的时候，哪怕你觉得已经盯住这个方向了，高亮注视部分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抖动啊。使用久了，你的眼球肯定有一定的疲劳松散啊，也会遇到选项飘动的现象。还有一种极特殊的情况，比如你想抹掉 Vision Pro 的某项设置，它的设置选项目前版本是比较紧凑的，你害怕点错了，眼神紧张的情况下，也会一定程度影响精度。这也是我们在开箱体验时说的，眼球追踪加手势确认这个交互方式确实很牛逼，也很精准啊，但是用久了它确实相对较累一些啊，这个就是关键原因，并且建议你1周重新校准一次比较好。连按4下左边的顶部按钮就可以快捷进入到校准模式啊，可以旋转数码表冠，快速进入你想校准的镜片、手或者眼睛。如果你想给其他人使用，你要打开控制中心中的访客模式，自动打开校准模式的同时，隐藏一些你的个人数据，你可以投屏到 iPhone、iPad 等设备上，看着它，知道它使用。等你佩戴回来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你之前自己校准过的数据啊，但确实有些麻烦啊。手的精准度相比于眼球来说就高很多了啊，因为活动范围比较大嘛，在光线好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遇到不准确的情况，哪怕超出视线范围一些，就比如你坐着的时候，手放在腿上，你的裸眼啊几乎瞟不到那儿了啊，但是底部的2个摄像头也能捕捉到手部的动作。不过啊，有几种情况也会干扰精度啊，就比如其他人的手，扫描手部范围内，如果有其他人的手在挥动或者拖拽，或者故意搞你老是双指捏合，就会干扰到你正在使用的内容，你的小伙伴会各种帮你确认。当然反过来，你的朋友带着 Vision Pro 在空中手舞足蹈的时候，你也可以挥挥手捏合一下，捉弄他一下。用 Vision Pro 看电影啊，拆点零食啊、包装啊，嗑个瓜子儿、包个橘子啊，也会有小概率对于确认造成影响。当然还有你现在想的那个啊，可能也会有干扰。带着 Vision Pro 时，我们是不建议你吃东西的。我们有小伙伴就尝试过，因为你很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儿了，因为它的摄像头呢其实是在脸颊偏上部分的啊，它是做了一系列的视角矫正的，才会让你觉得啊直接透视出了现实。我们实际体验，如果按照你之前不带的这个生物习惯啊，有点真吃饭会吃到鼻子里面去的那种感觉。
宣传片中有不少办公场景，我们也带它尝试了一下办公啊。目前最有用的可能就是 Mac 虚拟屏幕了，合着搞半天还是得用 Mac 办公啊。当你看向打开盖子的 Mac 时，会有一个连接按钮，选中就能扩展出一个巨大的虚拟屏幕。但无论你放到多大，它都只有 4K 60赫兹，并且受限于当前版本的稳定性和周围设备的干扰，有的时候并没有满60帧，偶尔还会有一些卡顿感。开启 Mac 虚拟屏之后 ，Mac 自己的屏幕是黑屏的啊，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些防头盔的作用。不过要是看着别人第一次对着一个黑屏的电脑办公，那确实还有点傻。它目前不支持除了 Mac 以外任何方式的投屏，就比如说 PS 啊、Xbox 啊、Switch 的 HDMI 输入啊，最多只能使用软件串流的方式。那这个分辨率低和延迟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提醒注意，目前 Mac 的声音呢，并不能传输到 Vision Pro 的扬声器，只能投画面啊，不能投声音。这声音还是从 Mac 里面发出的啊，但是 Mac 本身屏幕呢又是黑的啊，这是当你带着 AirPods 的时候，你要么只能接受 Vision Pro 的声音，要么只能接受 Mac 的声音。正常逻辑很简单，就是 Mac 的声音你应该直接可以接入到 Vision Pro 里边，你带不带 AirPods 这声音都应该从 Vision Pro 里边传出来嘛。估计后期的软件版本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还是要夸奖一下苹果的这个指向性的扬声器，在开放式的情况下，它的空间效果其实还挺明显的，整个音质呢体验也不错，而且这两个部分它都是可以拆卸的，它是通过加大号的 Lightning 插头进行连接的，拆完了这主机就更像一个豌豆了。毕竟这玩意儿这么炫酷，我们也尝试带着 Vision Pro 去户外当了一下显眼包啊，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路人。你肯定刷到过带着这个设备在大街上手舞足蹈和法师一样的人啊，实际情况大部分应该都是假的啊，模拟的。可能是由于目前扫描的精度、速度或者安全考量，当你在户外移动使用的时候，会有概率提醒移动速度过快，并且还会将周围的窗口甚至是音乐全部都给关闭，强行让你回到现实世界，防止你磕碰摔倒。这样的逻辑肯定是对的啊，就是防止你出危险嘛。当你的移动速度在正常范围内啊，内容就会重新显示啊，这也是为什么宣传片里面大多数都是在室内场景和缓慢走动的重要原因。估计很多人刷到过这个带着 Vision Pro 开特斯拉的赛博场景，这个应该也是模拟的，就是它里边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和户外一样啊。当 Vision Pro 检测到周围环境移动速度过快时，你根本用不了任何功能，还会一直有一个警示框挡在你眼前，让你降低速度。只有在飞机机舱内的这几种几乎看不到外面的场景中啊，你才可以打开旅行模式使用 Vision Pro。是的，那这个旅行模式目前仅适用于飞机舱内，并且是坐在座位上。户外徒步啊，或者说车内啊，一样是无法使用的。旅行模式它是略微降低窗口元素的稳定性啊，来抵消抖动，从而缓解我们前面提到的不自然的眩晕感。如果你不打开旅行模式，这窗口一出来就会直接扑到你脸上，然后飞到后脑勺去了啊。在机舱中使用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啊，带上呢就直接像换了一个世界啊。我在回程的路上看了2个电影啊，确实非常享受，尤其是国际长途的话，就算有些重啊，我也有带它出门的这个动力。但是我也想了一下啊，如果就是国内的短途出行的话，比如就2个小时左右啊，就是路上用的话，那这么重的一个家伙，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动力带着它出门的。如果你非要在户外使用，你稍微走慢点也是可以用的，那但除非你一直抓着窗口，不然就会像 Tim 那样。我地图掉在后面了，我去捡一下。等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你也可以不再走回去拿啊，盯着远处那个窗口底部的横条多捏几次，这窗口就会飞到你的面前，和哈利波特的召唤咒一样，或者直接长按表冠，所有内容就会重新定位到你的眼前了。为了使用安全，苹果还做了一个保护措施，哪怕是你开着虚拟环境缓慢的移动靠近物体 ，Vision Pro 检测到距离太近时，也会强行给你开一个透明的洞。当然，这个功能只有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才能工作啊，你非要找一个暗光场景摸黑走路啊，你人眼都可能看不清了，你还指望 Vision Pro 能识别准吗？按照苹果一贯保守的态度啊，基于算力和安全的因素，我们主观认为至少这一代啊，这大概率是不会让你在户外或者说车内使用的。在我们首发体验中，最惊艳大家的一个场景，应该就是打开全景照片的时候啊，在手机上平平无奇啊，甚至被很多人都快忘了的一个功能啊，在头显上再现荣光。我自己啊，自从知道之后，日常碰到一些合适的风景，都会去刻意拍一些全景啊，放在 Vision Pro 上确实非常爽。这平面上你看着它是一个弧形的，或者说弯弯扭扭的一个照片，但是在 AVP 上你放开啊，它能够自动矫正里面的畸变，并且是环抱你的形式，你就感觉置身在那个风景里边，这是任何手机、平板电视啊，各种高素质的屏幕都不能给你的体验。至于空间视频，这如何给正在看2D 视频的你描述呢？啊，它就像是开了一个有深度信息的窗口一样啊，你可以微微的晃动脑袋啊，转一下，里面的拍摄物就会有同步的立体效果显现。空间照片，比如说这个手办啊，你稍微侧一点也是能感受到深度的，就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手办被固定在哪里了。如果你在 Vision Pro 上以小窗模式观看空间视频的话，这声音是透过这个窗口传向你的。如果你双指捏合放大，视频边界就会自动扩展出有点像人生走马灯一样的边框啊，就很有梦
梦境感，这声音呢也会变成空间音频，临场感、包裹感会更强。带着 AirPods 的话，这效果会更好。还有几个小细节，在规格上 ，Vision Pro 的照片默认分辨率是2560的一个方形的。iPhone 15 Pro 系列默认相机目前还不支持拍空间照片，你可以用这个第三方 App 先试试。视频分辨率 Vision Pro 是2200的方形 ，iPhone 是16:9的1080p， 它们俩都是30帧。从参数上来看 ，iPhone 的画质是要好过 Vision Pro 的，但由于 iPhone 同时录制的主摄和超广啊，这两者在机身上啊硬件是比较靠近的，所以最终的3D 效果是没有 Vision Pro 那么强的。哪怕是和 iPhone 15相比，你也能明显感觉到，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的画质 ，iPhone 确实都要好过 Vision Pro 啊。但是 Vision Pro 胜就胜在它有3D 景深效果，这相当于直接就比 iPhone 的平面图高了一个等级。这确实你得自己亲手去拍啊，亲眼去看才能感知到那种临场的震撼。形式更加高级了，你反而就不那么在意这个画质了啊。当然，下一代、下一代这画质肯定会更好了。还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用 AVP 拍摄其实是一件非常怪的事儿。就比如大家一起出去玩、开会啊，或者说聚餐的时候，你想给大家拍点什么东西，把它戴在头上拍，说实话，这侵入感确实太强了，其他人很难不注意这个怪东西。但我觉得总有一个开始啊，人们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随着人们对于这类产品的了解，头显体积的减小呢，会越来越便捷啊。就像这个汽车第一次跑在路上，人们忍不住总想关注一下是一样的。软件生态其实是 AVP 目前最缺的啊，毕竟是新品类嘛。这1个多月了，各种 App 我们应该都已经玩遍了啊，确实没有什么杀手级的应用。自带 Apple Store 内甚至都没有完整的分类目录啊，首页都是一些主动适配的推荐应用。办公类啊，比如有苹果最佳开发者啊，微软的 Office 啊。不过目前相比于电脑版的 Word，Vision Pro 上的顶多只能算是 iPad 版换了个界面啊，这功能相对简陋不少。会议软件，比如说 Webex、Zoom 啊，这些已经适配了。首先是 Persona 虚拟形象，可以无缝接入到这一类软件里面进行视频交流。相比于呆坐在座位上开会，你可以站起身来自如地指挥着你的 PPT 演讲，但是目前的这个虚拟形象确实很难评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玩法，就是你可以在 Vision Pro 上下载美颜相机啊，打开自拍就是虚拟形象，各种美颜效果都能直接给你贴脸上啊。你也可以下载 ProTech 这类录像类的软件，直接录一段 Personal 视频也是可以的。OK，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办公的情况啊，在影音体验上，这也是 Vision Pro 目前最重要的嘛。这个国内的平台呢，截止到我们制作的时候啊，应该是只有芒果 TV 一家，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哔哩哔哩啊，但是其他的这些 app 呢，其实就是 iPhone 或者 iPad 版本。美区的话呢，其实现在也不多啊，比如说油管啊、网飞啊，现在也都没有啊。我们主观体验下来，最佳应该是迪士尼 Plus 啊，甚至我觉得比 Apple TV Plus 还要再好一些。简单看一下整个这个界面呢，其实跟 Apple TV 上面那个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在偏远上啊，还有就是分类上呢，都比较清晰明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漫威的啊，这些片你都可以在上面看，而且这3D 效果是非常棒的啊，但是录不了屏啊，因为它一录屏就会黑屏。然后还有星战系列啊，各种剧啊都是非常多的，而且迪士尼还专门为 Vision Pro 做了4个观影的场景啊，非常的细心。比如说我最常用的这个复仇者大厦，你下面对着的就是整个纽约的一个城市景观，旁边是反浩克装甲。非常精细啊！你把这个景观开全，如果低下头的话，你还能看到旁边是有一个电话的，然后你旁边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外卖，这边你还能看到奇异博士的那个袍子，那个袍子还在随风摆动。你再看一下星战的这个塔图因星，你是坐在它这个小小的飞行器上面的，包括你的座驾旁边的这些按钮的细节都非常精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惊吓楼层，你是在一个工位里边啊。Apple TV 这边呢，它的内容相当于是少而精吧，因为它也自己家的嘛，专门都做了这个适配。它最主要的其实是体育这个分类啊，比如说你追足球啊，或者说篮球啊，它整个这个界面都比较酷炫。Vision Pro 的综合影音体验呢，可以用非常棒这3个字来形容。绝佳的显示效果，细腻的观影场景呢，在理想状态下确实是一个能够代替私人影院的选择。其实目前主要问题呢就在舒适度。真正坐在电影院里面的你，是一种完全身心放松的状态啊，去享受这部电影。但是目前带着 Vision Pro 看电影，哪怕是你躺在床上啊，这个分散了重心，它也会压着你的眼眶嘛，这种不适感呢就会时不时的把你从这种非常漂亮的虚拟环境中给拉回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自营二手电商平台闪小白 APP 啊，手机、电脑、平板、耳机、穿戴、生活用品，还有运动服饰等等啊，都能在这里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啊。各大应用商店搜索闪小白均可下载。给大家看一下它目前 Vision Pro 里面能玩到的游戏，这是 App Store 里面的 Arcade 专区。
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小游戏，没有什么很大型的3A。比如这个水果忍者，我们来看一下。水果忍者这个游戏，它会扫描你空间里面的宽度，然后地上会有一些石子啊、树苗之类的。刚好这边是柜子，它就不会延伸到那边穿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游戏方式其实就是用手切，但是它的其实操作不是特别的灵敏。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割绳子。这个游戏相比刚才的水果忍者的话，虽然它是3D 的，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游戏内容还是在一个2D 的平面上进行的，只不过它的一些元素换成了3D 的，但是它的游戏操作方式其实跟我们之前玩的2D 的是差不多的。也是看着这个绳子，然后捏一下。这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火箭背包。它这个游戏其实跟刚才那个割绳子差不多，它也是在一个屏幕上玩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3D 的全景。我就站在这个操作台这里有一些东西可以互动，比如说这一些家具啊什么的。然后我点开始，它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屏幕。它玩的话，其实还是在这个2D 的上面玩。然后手指捏合就可以起飞，就是一直单指操作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打高尔夫的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把这个游戏的底盘放到地上，然后你可以看着这个球扯一下，打中这个球杆，它其实不是很好控制。整个场景都是3D 的。很多游戏其实它虽然说适配了 Vision Pro， 但实际上它就是像这样，它是在一个2D 屏幕上玩的，它只是给你丰富了一些3D 的场景。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显示屏。其实目前它里面适配的游戏真的很少，就只有这种比较大篇幅的广告位的这种是适配了的。其他的很多游戏，比如这种，它都写了专为 iPad 设计，相当于你下载之后，你打开它就是一个平面 iPad 的窗口，它没有做任何适配，它就是一个2D 的游戏。还是得等一段时间，它游戏才会变得越来越多。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元农机穷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适配啊。这个穷这种说是适配了，但实际上也只是能在 Vision Pro 上面运行而已啊，有点为了上而上的感觉啊。它的操作呢，其实还是屏幕上那一套啊，就是你得拿手戳着，然后往前移，就玩一会儿就会很累。以目前几款热门游戏的操作方式来看啊，他们也几乎不会为了 Vision Pro 给现存的游戏还开发出新的操作方式。其实我想想都是非常难的啊，就无非就是让你接个手柄啊，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不错了。如果你买一台 Vision Pro 就是打算体验一下次时代的游戏感啊，不要抱什么太大期望啊，或者说你不考虑都可以。但是我们觉得像奇迹暖暖啊、这个未定事件簿啊这种对话交互类的游戏，适配 Vision Pro 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们通常都是一些相对简单的点击和对话，把一个2D 的纸片人如果给你做成3D 的立体，放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后你还能和它互动，哇，这个确实很酷啊！基本不改变原有游戏方式的情况下，确实会更加吸引人，可能才是适配 Vision Pro 游戏的正确方向啊。确实想一想都挺过瘾的，就是你们家直接站着这个人，然后你可以跟他互动。还有一种类型，突出点说呢，就是换皮类的，就比如说扫描一下你家里的结构，然后计算出空间格局，然后家居物品的摆放位置啊，然后把它们的表面材质更换为卡通，或者说其他的皮肤啊，甚至是给你眼前的人换一个脸都可以啊。既然你眼前看到的所有场景都是通过摄像头计算出来的嘛，那我就干脆给你做一个全虚拟的场景啊，这不就和漫威里面的多元宇宙差不多了吗 ？GenSpace 这个 app 强烈建议大家体验一下啊！里面有飞机引擎、赛车的拆解、人体心脏的解剖图，甚至是医疗操作步骤分解。你可以跟着一步一步的拆解你眼前的这台机械，甚至能够看到金属隔板上还能够倒映出你真实环境光中的光影。细这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如果你有多台 Vision Pro， 还可以共享啊，一起观看操作每一个拆解步骤，很适合教学啊，算是目前能够体验到比较高质量的应用了。这个 app 多少有点钢铁侠电影里边那味儿了啊！
一台孤独的产品是我个人用了1个多月之后对于 Vision Pro 的感受。它在多数情况下，或者说现阶段能够给你优良体验的情况下，它基本都充当着一个空间屏幕的角色。你可以用非常本能的滑捏拖动去操作这些悬浮在空间中的界面，但是只有你自己能看得到。在没有解决重量舒适度的情况下，疲劳感会频繁的把你从这个非常精致的虚拟画面里边给拉回到现实，甚至是这个撑死2个多小时的续航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使用场景。带着这个电池包虽然可以走动，但是你能明显感受到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至于这台设备的扩展性，估计苹果也知道头显设备本来有根线就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如果再开放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目前美国的开发者呢，再花$299才能买到一个扩展配件，但它并没有开放给大众消费者但其实没有 C 口扩展，就相当于少了一阶台阶这很多产品呢就跨不过 Vision Pro 的大门了。那想要接入一些存储投屏连接外设等场景就得第三方自己造台阶。在购买建议上呢，如果你是付个付钱当一个玩具那肯定还是非常棒的，这个回头率绝对爆棚，朋友圈的科技潮流小王子非你莫属了。但如果你恰好不是，那你有3万块钱的预算买一套苹果全家桶，给你带来的实用性幸福感大概是 AVP 的3897.35倍。不过还是要像我们首发体验时说的，纵然它现在有各种不舒服这依然还是目前我们用过最为强大的头显设备。你说它是不是下一代计算平台？这个谁也没法保证但是初代 Vision Pro 和苹果的各种初代产品其实都有似曾相似的感觉。比如说初代 iPhone 没有多任务管理，但我们以那个年代的眼光来看呢，一个手指触控滑动解锁就已经够牛逼了。那个时候呢，你会在乎它有没有多任务吗？哪怕是和现在最新款的 iPhone 旗舰对比，你也能发现苹果一直执着于真实的影像。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给 Vision Pro 打造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数字世界呢？手机上深耕了这么多年的激光雷达，是不是就为了给 Vision Pro 开辟出一个立体有深度的计算空间？同样的，初代 iPad 那么厚重但当时的 iPad 上来就以一种更便携的体积实现了老式大屁股电脑的绝大部分相同体验。对了，剧透一下新的 iPad 会更加轻、更加薄我们刚才说 Vision Pro 目前还是一个充当空间屏幕的角色，但是换个角度一个能随身便携的超过100英寸甚至更大的屏幕还不止一个，你还会觉得这家伙很重吗？还是会。这可能也是苹果想在这代产品上打造的一种独特属性这个用各种精妙复杂的设计和材质做出一台可能不太实用，但是可以让大多数人都觉得非常酷的产品，非常哇塞的产品。就算你不买它大概率会对它产生好奇心想试一试就和我们带着它在路上走一样这个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能听到路人在谈论，我操，那不就是苹果新出的3万块钱的眼镜吗？哪怕是了解和不了解 Vision Pro 的人，只要戴上它，多多少少都会对当前这个虽然基础但是又惊艳的体验卧槽几声。我身边不是几乎是每一个成功体验过 Vision Pro 的小伙伴都会发出这种赞叹。和初代 Apple Watch 一样因为性能问题无法加入一些很复杂的功能，所以在当时用社交装饰的属性去丰富了它的产品性，让人们对这类产品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大众用户。等迭代升级，性能起来了， App 多了，功能自然也就多了。Apple Watch 慢慢就开始转变为运动健康属性把你给绑定起来了。VisionOS 大概率也会和初代的 WatchOS 一样经过一段时间把现在的操作逻辑和功能都更加的细化或者说重做。比如说现在的顶部按钮只赋予了相机这一个功能，数码表冠就是个主日键，类似于 iPad 上那种多指捏合多指拖动这种操作，大概率是会加入到 VisionOS 里面的，应该只是时间和迭代的问题。虽然头显类设备已经由来已久甚至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关注科技圈就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苹果作为巨头还是为大家打了一个新样，给开发者们提供了一套新的标准。看，旗舰式的头显设备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掐架跟进，后面我们估计又会熟悉的看到，在各种发布会上，苹果又会被熟悉的各种吊打，这个参数又被超越了，那个配置又被碾压了，就和 iPhone 的发展历程是一样的。到那个时候，估计很多大众用户就是之前不了解头显设备的用户，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这种设备怎么又是苹果先发布的呢？其实它不是最先发布的那一个，但是它成功给你打了一个新样。这种能够出圈的影响力苹果确实无人能出其右这种预言差距确实是要被正视的。
多说一句啊，显示精度这个配置应该是其他家最先跟进的一个地方啊，更高阶的屏幕嘛啊，其实有钱就很好办了。或许再等个几年，迭代几次之后，你带着 Apple Vision Air 3的时候啊，用着可能你现在想都想象不到的炫酷炸裂功能的时候，回看初代 Vision Pro 啊，它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代啊。但那个时候，它的历史使命，它唤起这个市场，让大众开始关注、开始使用的这个使命，也已经完成了。OK， 在短视频时代做这种超长的单机体验啊，单机测评确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啊。兄弟们，记得给我们点波赞，特别感谢啊！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啊，记得3连一波。更多人更精彩，大家记得全网搜索“博人小白测评”，博人的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